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每个人终将面对却极少有人敢深究的终极问题：人死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当你咽下最后一口气，心跳停止，医生宣布死亡，你的意识去了哪里？这些濒死体验中人们描述的那道耀眼的光，真的是天堂入口吗？还是亲人来接引的象征？答案比你想象的更复杂，也更惊心动魄。佛门中有一份尘封千年的轮回实录，里面记载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人死后几乎都会看到一道光，但那道光芒并非美好接引，而是轮回中最隐蔽的陷阱。如果你在那一刻选错了路，神识就会像断线的风筝，迷失在六道之中，甚至永无翻身之日。但反过来看，只要你提前看懂这份实录里的3个核心细节，就有机会在那场比任何考试都严苛万倍的中英考核中保持清醒化，被动为主动，彻底改写轮回轨迹，甚至今生就能改变命运。如果你也曾在深夜思考人死后去了哪里，如果你希望自己和所爱之人能在生命终点走得安详明白，那么现在就用1秒钟点击订阅并点亮小铃铛。这个动作不只是支持节目，更是在为自己种下一个善因，一个提醒你生死事大的闹钟。毕竟还有什么比搞清楚自己最终归宿更重要的事呢？好，我们正式开始。在揭开那3个生死细节之前，需要先明白一个根本问题：人死后看到的那道光，它到底是什么？是佛菩萨，是上帝，还是死后的物理现象？都不是。那道光本质上是你自己，是你这辈子所有习气、执着、善念、恶念，在临终那一刻通过神识能量重组投射出来的一个巨大逼真、带有极强诱惑或恐吓性质的幻象。它是一面照妖镜，也是一张终极考卷。你活着的时候贪财，为了钱不择手段，那道光就可能化成金灿灿的宝藏，让你忍不住扑过去，从而堕入恶轨道。你活着的时候嗔恨心重，动不动发怒报复，那道光就可能化现为熊熊燃烧的红色火焰，让你更加愤怒或恐惧，从而堕入地狱道。你活着的时候愚痴不明因果，浑浑噩噩，那道光就可能化现为灰蒙蒙的浓雾，让你不知所措地躲进去，从而堕入畜生道。你活着的时候情执深重，放不下爱人孩子，那道光就可能化现为你最牵挂的那个人，站在温暖光晕中向你招手，让你心里一软跟上去，从而再次被情所困，生生世世轮回不休。你看，那道光不是来害你的，也不是来救你的，它只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投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光，而你要做的就是在那一刻认出它的真面目，不被它牵着鼻子走。为了让你更深刻理解这个道理，我讲2个真实案例，一个古代，一个现代，都是佛门内部代代相传的实录。第一个故事出自宋朝一本隐秘的修行笔记，有位出家30余年的和尚，持戒精严，每日诵经打坐，从不懈怠，在寺院里是数1数2的老修行。他晚年得了重病，自知时日无多，便要求弟子把他抬到禅堂，要坐着往生。弟子们都觉得师父道行高深，一定能自在往生。那天和尚端坐在禅床上，双手结印，闭目念佛，弟子们围成一圈跟着念。大概过了1个时辰，和尚突然睁开眼睛，眼神里没有了平日的安详，反而充满惊恐和困惑，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嘴里喃喃自语：不对不对，怎么会是这样？大弟子以为师父要交代后事，赶紧凑上前去，只听见和尚用极其痛苦的声音说：我看到了一盏灯，一盏铜灯，和我年轻时在俗家书房里用的一模一样，那灯亮得刺眼，灯下有一本我没写完的书，我想去把它写完，我想去。话没说完，和尚身体一歪，断了气，但他的眉头依然紧锁，双手紧紧抓着袈裟，完全不像一位坐脱力亡的高僧。弟子们非常震惊，后来请来另一位明心见性的老禅师入定观察。老禅师长叹一声，说出了真相。原来这位和尚出家前是个很有才华的书生，酷爱读书写作，曾经花费数年时间撰写一本儒家经典的注解，眼看就要完稿，却因为一场家庭变故看破红尘出了家。他虽然出了家，但内心深处对那本没写完的书，对那盏陪伴他无数夜晚的铜灯，始终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挂碍。这一丝挂碍像一颗种子，埋藏在他的阿赖耶识里30多年。临终时业力翻腾，这颗种子瞬间爆发，化现为那盏铜灯的光芒和那本未完成的书。他在那一刻忘记了佛号，忘记了禅定，只想着写完那本书。这一念贪恋让他错过了解脱的机会，再次投生到人间，而且是投生到一个书香门第，继续他未完成的写作。一位修行30年的老和尚，最后竟然被一盏铜灯打败了。那盏铜灯发出的光，就是他的业力之光。他没有被佛光接引，而是被自己的执着勾回了轮回。第2个故事发生在现代，
有位一字不识的老太太，从来没有读过佛经，也不会打坐参禅，甚至连阿弥陀佛4个字都念得不太标准。但她有一件事做了一辈子，只要是活物，她绝不伤害。她住在乡下家门口有棵大榕树，树上有很多鸟，邻居家的孩子用弹弓打鸟，她就拄着拐杖去追那些孩子，一边追一边骂，他们也是一条命啊，你们不能打。家里有老鼠，她从不放老鼠药，只是把食物收好，对老鼠说，你们去外面找吃的，不要在家里闹。她一生穷困，靠捡废品为生，但每次看到路边有死去的猫狗，她都会停下来，用树叶把它们盖好，或者找个地方埋了，还会合掌念一句她自创的阿弥陀保佑你。老太太活到90多岁，走的那天是在一个午后，她坐在榕树下的竹椅上晒着太阳，打了个盹儿，就再也没有醒来。她的孙女后来回忆说，阿嬷走的时候，脸上挂着一种从未见过的笑容，那种笑容不是开心，而是一种终于到家了的满足。孙女说，阿嬷在走之前的几分钟曾经喃喃自语过一句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老太太说，来了，好香好软的光，像棉花一样，我要去了。说完她就安详地走了。你看，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太太，她没有看到刺眼的可怕的光，她看到的是柔软的像棉花一样的光。她一生没有伤害过任何生命，她的心是柔软的、慈悲的，所以她的业力投射出来的光也是柔软的、温暖的。她没有恐惧，没有抗拒，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走进了那道光里。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你看到了什么？一个修行30年的大和尚被一盏铜灯的光所困，堕入轮回；一个不识字的乡下阿嬷却被一团棉花般的光接引往生了善道。这道光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外在的神力，而是你内心的温度。你是什么，你就看到什么。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既不是修行几十年的高僧，也不是一辈子纯善无恶的圣人，我们满身习气，满心杂念，临终时看到的光是不是一定是可怕的？是不是一定没有机会了？绝对不是。接下来我要为你揭开的就是《佛门轮回实录》中关于临终判境的3大生死细节。你只要能听懂、记住，并且在活着的时候多加练习，你就能在那道光芒面前做出正确选择，改写你的命运。第一个生死细节叫做身体的感觉只是感觉，不是你。人在临终时，身体会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你可能会感觉自己像被一座大山压住，沉重到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也可能会感觉自己像飘在云端，完全找不到重心。你会感到彻骨的寒冷，仿佛掉进冰窟窿，紧接着又会感到焚烧般的燥热，仿佛5脏6腑都在燃烧。这些感受佛门称之为业风，是你此生所有记忆和习气所造作的善恶业力，在你神识剥离肉体时进行最后的清理和排序。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很多人就在这个阶段乱了阵脚，拼命挣扎，拼命想要抓住那个我的感觉，想让痛苦停下来，但你越挣扎，痛苦就越强烈，就像一个陷入沼泽的人，越用力陷得越快。你要记住第一个细节的关键，这些冷热、痛麻、轻重都只是感受，它们不是你。你那个能够知道自己在感受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你。试着把身体想象成一件穿了几十年的旧衣服，现在这件衣服已经破旧不堪，你必须要把它脱下来。脱衣服的过程难免有一些拉扯和不舒适，但你会因为脱一件旧衣服而感到恐惧吗？不会，你只会平静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把它脱掉，因为你知道你要换新衣服了。忠实的身体感受就是这个道理。你要做的不是去抗拒那些痛苦，而是把注意力从身体感受上移开，安住在那个知道的觉知上。你可以默默的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些都是夜风在吹，是生灭的现象，我接受它，我看着它，但我不是它。当你能这样做，那些痛苦的感觉就会瞬间减弱，因为痛苦本身大多来自于你的抗拒。你的神识就能像脱掉一件宽松的外套一样，轻松地脱离肉体。平时怎么训练这个能力？很简单，每天花5分钟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闭上眼睛观察你的呼吸。当你腿麻了，不要动它，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个麻的感觉。当你觉得痒了，不要去挠，只是看着那个痒的感觉。每一次你这样做，都是在为临终那场大考做一次完美的模拟训练。如果你成功过了第一关，顺利地脱离了肉体，接下来迎接你的将是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第二个生死细节叫做看到的景象都不是真的。当你的神识完全独立出来之后，你会进入一个极其特殊的维度，佛门称之为中阴身。在这个维度里，时间空间的概念完全消失，你可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象。你会看到你已经去世多年的亲人站在一片温暖的光里，
笑着向你招手。你可能会看到你所信仰的神佛菩萨金光闪闪的来接引你，你也可能会看到面目狰狞的鬼怪张牙舞爪的来追赶你，你甚至可能看到你生前住过的房子、走过的小路、爱过的人。请记住，这一切全部都是假的，它们是你阿赖耶识里储藏的无数种子，在业力的驱动下像爆米花一样噼里啪啦的往外翻涌，这是中阴身阶段最大的陷阱，也是绝大多数人无法通关的原因。尤其要警惕的就是那些以亲情面貌出现的幻象。你想啊，你辛苦了一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爱人。临终时你突然看到你早已过世的母亲站在一片温暖柔和的光里面，慈祥地对你说，孩子，你累了吧，妈妈来接你了，跟妈妈回家吧。那一瞬间，你的眼泪会夺眶而出，你的心里会涌起无穷的温暖和委屈，你不由自主的就想扑过去，但是你千万不能跟，那不是你真正的母亲，那只是你的情执投射出来的幻影。真正的母亲如果已经往生善道，她不会在这个时候来干扰你的解脱。如果她还在恶道，她更没有能力化现出如此逼真的光芒。凡是让你升起强烈贪恋、强烈不舍的光中人影，几乎都是你的心魔所化。那么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幻象，我们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也很残忍，不理不睬，不取不舍。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屏幕上的画面再精彩、再恐怖、再感人，你都不要站起来冲上去，你只要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它过去。你可以提起你生前最熟悉的一句佛号，或者一个咒语，或者只是安住在觉知的状态中，告诉自己，这些都是我的业力在演戏，我不上场，我就不会输。只要你如如不动，这些幻象就会像阳光下的雪人一样，瞬间融化消散。你每通过一个幻象的考验，你的中阴身就会变得更加清净、更加光明，离解脱也就更进一步。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在心里打鼓了，这也怕，那也怕，恐惧不行，贪恋不行，连看到亲人都不能跟。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对？难道就没有一道光是真正安全的，可以放心跟随的吗？难道我们只能在中阴身里孤零零的飘荡，直到被下一股业力大风吹进某一个未知的子宫？当然不是，其实有一道光是唯一可以跟的，也是唯一值得你跟的，那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生死细节，也是整个轮回实录中最核心、最秘密的关卡，认出你自己的自性光明。什么是自性光明？它不是你生前念佛修出来的光，也不是佛菩萨从外面照进来的光，它是你本自具足的、不生不灭的、从未被污染过的那个本来面目所发出的光。在你临终中阴身的某个极其短暂的瞬间，如果你前面的两个关卡都处理得很好，你的心足够清净，你的业力乌云暂时散开，你就会突然发现，从你内心深处会升起一道极其柔和、极其清凉、极其安稳、极其广大的光。这道光没有具体的颜色，或者说它包含了所有颜色，它不会刺眼，不会让你恐惧，更不会引诱你。当你看见它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兴奋，不会感到好奇，你只会有一种感觉，回家就像你在外面漂泊了亿万年的游子，终于站在了家门口，看到了母亲为你留的那一盏灯，那不是激动，不是狂喜，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声的安心。这道光就叫自性光明，而你所修行的所有善法、所有佛号、所有正念，你所积攒的那一点点清净心叫做子光明。当临终时，你内心的子光明与宇宙本源的母光明融为一体，这就叫母子光明会。那一刻你就能解脱轮回，回归到你真正的家。但是这里有一个极其残酷，甚至让很多修行人感到绝望的真相。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甚至包括许多自认为修得很好的人，在临终时根本看不到这道自性光明。为什么？因为这道光一直都在，就像太阳一直高悬在天空中，但是你的心被贪嗔痴慢疑的乌云遮得太厚太厚了。你一辈子都在追逐外在的名利感情、是非对错，你的内心从来没有一刻真正的安静过。你的心就像一潭被搅浑了上百年的泥水，你怎么可能指望它在临终时突然变得清澈透明，映照出日月的辉煌？你看到的只能是泥水翻滚时产生的那些五颜六色却浑浊不堪的泡沫，这些泡沫就是前面所说的各种幻象之光。所以一个让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体验过内心的清净，从来没有见过一丝一毫的自性光明，那么你临终时也几乎不可能认出它，你只会被那些泡沫般的幻象牵着走。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有点灰心了？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注定只能在轮回里打滚，根本没有希望？不，千万不要灰心。
正是因为真相如此残酷，我们才要更加珍惜活着的每一天，用正确的方法去准备改写命运的机会，从来就不在死后，而就在你此刻的每一个心念里。接下来我给你3个急，其实用极其落地的心法，不需要你出家，不需要你花1分钱，甚至不需要你每天花很长时间，只要你坚持做下去，你的临终体验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第一个心法叫做每天5分钟练习作死过一次的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或者躺下来，闭上眼睛，然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呼吸上。吸气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吸气，呼气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呼气，不要刻意去控制呼吸，只是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观察它。你的脑子里一定会冒出各种念头，会想起今天没做完的工作，会想起某个人说过的一句让你不舒服的话。没关系，不要责怪自己，当你发现自己走神了，就轻轻的不带任何评判的把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又跑掉了再拉回来。每天坚持5分钟，这个练习叫什么？这个练习就叫预演死亡，因为死亡就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呼气。当你在清醒的状态下能够自如地关掉思绪，安住在呼吸这个简单的对象上，你就在训练你的心不随境转的能力。临终时，无论出现什么痛苦的感觉，无论出现什么恐怖的幻象，你都能像今天坐在这里观察呼吸一样，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们，而不被它们卷走。这个心法是所有修行法门的基础，也是你改命的第一步。第2个心法叫做用一根绳子拴住你的野马。我们的心就像一匹发了疯的野马，从早到晚奔驰不停，不是在后悔过去，就是在焦虑未来。每一个念头都是在为你的轮回增添新的素材。临终时，这匹野马会跑得更快，快到让你完全失控。那么怎么拴住这匹野马？你需要一根绳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简单最有效的绳子就是一句佛号。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念佛就觉得是老太太的迷信，但是请你理性的想一想，佛号本身没有魔力，它的作用就是以一念带万念。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心只能在这一念上，其他的妄念暂时就被替换掉了。你不需要相信极乐世界，你甚至不需要信佛，你只需要把它当成一个训练专注力的工具。每天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在心里默念这4、5个字，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久而久之，这句佛号就会成为你生命的背景音乐。到了临终那一刻，当恐惧和幻象像海啸一样扑来时，别的念头都断了线，但这句你念熟了的佛号会自动跳出来，成为你的定海神针。它能够帮助你在幻象中保持一份清醒，帮助你分辨哪些是业力的电影，哪一个是真正的自信光明。第3个心法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做趁你还活着，学会说再见。你好好想一想，你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东西是什么？是你的存款、你的房子、你的名声，还是你的孩子、你的爱人？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冰冷而坚固的真理，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当你死的那一刻，你所拥有和眷恋的一切都会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强行剥离。你的房子会留给别人住，你的存款会变成别人的财富，你的孩子会哭着把你送进火化炉，然后继续他们自己的生活。你一样都带不走，一丝一毫都带不走。不仅带不走，你越是放不下这些东西，就越会成为绑在你灵魂上的铁链，把你牢牢地锁在轮回的某个角落。你放不下钱，你的贪念会让你在恶轨道里眼睁睁看着别人花你的钱。你放不下孩子，你的情执会让你在下一世变成孩子窗前的一只飞蛾，日夜扑撞着玻璃，却再也无法叫一声妈妈。你放不下仇恨，你的怒火会让你在地狱道的烈火中反复灼烧。所以趁你现在还活着，还有一口气，请你练习放下，不是叫你抛弃家人，不是叫你放弃工作，而是从心里逐渐淡化那份非如此不可的执着。你可以每天对着你最喜欢的那件物品问自己一句，如果我今天就要死了，我能带走它吗？不能。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把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它身上？你可以每天对着你最牵挂的那个人在心里说一声我爱你，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我会带着祝福离开，而不是带着牵挂。当你这样训练久了，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轻。到了临终那一刻，你就能毫无挂碍的、轻轻松松的，像一位收拾好行李的旅人，微笑着踏上最后的旅程。朋友们，轮回并不公平，因为它就是你自己的因果；轮回也很公平，因为它就是你自己的因果。那道让无数人恐惧、迷惑、向往的光芒，说到底只是你自己内心的投射。
你活着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样子，你临终时就会看到什么样的光。你内心充满贪婪，你就会看到金色的诱惑之光；你内心充满愤怒，你就会看到红色的焚烧之光；你内心充满慈悲和宁静，你就会看到柔软如棉花的清净之光。你不需要等到临终再去临时抱佛脚，不需要等到那时候再手忙脚乱，改命的机会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就在你听完这段话之后的第一个念头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触动，如果你也希望自己以及你所爱的家人朋友能够在生命的终点不被恐惧笼罩，不被幻象迷惑，能够认出那道回家的光，那么请你现在就在评论区留下正念2个字，让这2个字成为你从今天开始改变的一个起点，成为你在茫茫轮回中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的暗号。同时也请你把这期内容转发给你生命中那个你最在乎的人。有时候一份关于生死的智慧胜过世间所有昂贵的礼物。死亡不是结束，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愿你我都能在新开始的那一刻面带微笑，从容自在，了无遗憾，回归我们真正的家园。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一炷香的时候再见。